欢迎回到摸石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最近中东又炸了，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把伊朗给突袭了。伊朗的几个重要领导人呢，全部都这里措辞要注意一下，在西方的语境里叫伏法了，在东大龙哥的语境里叫牺牲了。那这次呢，伊朗它毕竟不是小国估计这场一波流可能未必能如老美所愿很快结束，而是进入一场消耗战。老查我还是一直在等待某个重要的评论所以果然2026年3月1日我终于等到了这条消息。大家请看这个公告，信息密度其实挺大的，外交部长、俄罗斯外长角色和内容都是对的，符合预期。于是呢，我就看到网上一堆人就开始替老公操心了，说哎呀，伊朗可是咱的好兄弟好朋友铁哥们，是反美先锋，这下被打了，龙哥是不是得掀桌子当然这可能是个讽刺，毕竟已经2026年了，该站的该喷的早已经站队很明确了。不过老查今天我要猜的是如果大家真的觉得伊朗是老共的好兄弟，那说明我们连最基本的生意经都没看懂。很多人现在骂美国替伊朗伸冤，觉得老共应该出来主持公道。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见过哪个做生意的会为了一个批发商而跟最大的客户翻脸？没有，从来没有过。我们先来看一件事老共在国际上的铁杆好朋友把名单拉出来，伊朗、俄罗斯、北朝鲜、委内瑞拉，还有一堆非洲的兄弟。老查之前的节目就拆解过没错，基本上全是独裁政权。很多人觉得这叫做价值观相近，臭味相投，都是反美的，都是被西方制裁的，都是天涯沦落人，抱团取暖。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解释呢是某些特殊媒体的嘲讽。其实原因很简单，老共交朋友不是看价值观，而是看的采购成本。怎么说就是你跟一个民主国家谈合作，你要过议会，你要过环保审查，你还要应付反对党，还要等选举结果，还要担心4年后换个总统把合同废掉。你谈个高铁项目能谈10年，累不累现在你换一个独裁国家，只需要一个人点头，矿产就是你的，港口也是你的，联合国的投票也是你的，决策链路极短，折现速度极快，虽然风险也很高，就譬如像现在的委内瑞拉和伊朗，万一政权黄了，好朋友下场了，可能会血本无归。所以说这不是友谊，这是效率。所以像伊朗巴基斯坦在老共眼里是什么在老查的拆解里他们可不是好兄弟他们是一笔高杠杆易折旧的政治投资。投资就会有风险，风险如果兑现了，救济提坏账，然后呢继续找下一个。所以大家现在就明白了，为什么伊朗被打，老共嘴上说强烈谴责，但没有任何实质的动作。因为耗材坏了可以再买，但如果为了保住一件耗材把自己给搭进去，那这笔买卖才是真的亏大了。可能朋友会说你这个分析太冷血了，难道就没有点真感情吗？有当然有老共对这些好朋友是有感情的，就像一个包租公对他最乖的租客很有感情，按时交租，不搞事，逢年过节还能送点土特产。你说包租公能不喜欢他吗？当然喜欢呀。但如果这个租客突然说大哥，我跟隔壁打起来了，你帮我出个头，包租公第一反应可不是义不容辞而是这个月租金收得回来吗？感情是真的，但感情排在利益后面。这不是老共特别冷血，这是所有大国的基本操作。老查呢在这里给大家念个段子大家自己体会一下。你就跟他干，有事我罩着，不要怕，他就是吓唬你的，你放心吧，他不敢。你这大半夜喊我上哪去给你摇人没事，回头哥出面给你捞出来，你就当去旅游了。没事，哥里面有人，回头给你救出来，咱再办他。你就开庭的时候骂他就行了，哥有的是法子。你怕啥？这不距离吃枪子还有几天吗？哥指定给你找关系弄出来。兄弟闭上眼，一下子的事儿不用怕，18年后还是条好汉。除了搞笑以外这不是老共特别冷血，这是所有大国的基本操作。如果大家去翻翻美国的外交史他们抛弃过多少好朋友。很搞笑的是，之前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就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也是一夜之间说不要就不要了。南越、菲律宾、沙阿一个个都是好朋友，一个个呢也都被卖掉。大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那个啥，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既然这些都是耗材，那老共真的舍不得的到底是谁呢？这个答案可能会让某些朋友砸屏幕。老共真的舍不得的还是得美国。
我知道你看到这里可能会想，你这是什么胡话？老共天天都骂美国，天天在喊百年变局，天天说要去美元化，这还叫舍不得啊？对，他就是舍不得。很多老粉可能记得啊，老查之前说过，中美关系像两个分了手的前任。今天我要补一句，这两个前任表面上已经分手了，但桌面底下呢还在偷偷发消息，因为分手是真的，但账还没算清啊。中国的工厂是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系统里长出来的，技术标准都是美国的，金融结算也是美元，也是美国的，最大的出口市场还是美国。你可以跟前任大吵一架，朋友圈互删，逢年过节也不联系，但如果你的工资卡还在绑在对方名下，你真的能断吗？你肯定断不了呀。所以那些去美元化一带一路不是彻底要翻篇，而是偷偷开一个自己的账户以防万一，但钱目前大头还在这边。所以我说啊，伊朗是老共随时可以不认的小弟，美国可是那个分了手但账还没算清，桌底下还有旧情的前任，是很多人啊新年要去把歌唱吃饺子团圆饭的真爱啊。这不是立场，这是结构。可能有人会说啊，老查你这又是给老共洗白呗，说老共离不开美国，说老共舍不得美国，那老共这些年骂美国骂得那么起劲算什么？难道是表演吗？对，就是表演。但这个表演不是给美国看的，是给国内人看的。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啊？在外面跟人低头哈腰，回到家里跟老婆说，那个谁真 TMD 的烦，哪天我非得收拾他不就明天我就去弄他。然后在老婆面前他会觉得他自己很硬气，晚上都能多喝几杯，多吃几个鱼皮花生。但第二天他还是照常去上班，看到那个谁还是得照常点头哈腰。为什么呢？因为那份工资他吃不起啊。老共骂美国就是这个逻辑，骂给国内那些民族主义情绪听的，骂给那些觉得中国受了百年屈辱的人听的。他骂完之后呢，工厂还在开，订单还在接，美元还在存。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目前是美国定的，你现在想掀桌子可以啊，但桌子是人家的呀。所以我说骂美国和离不开美国可以同时成立，这并不矛盾，这叫面子上的对抗，里子里的依赖。大国外交呢，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构，只是老公把这件事做得特别用力，特别投入，特别好看。其实还是很多人不能理解，说老查你总是给老公找借口，你就是实锤大外宣啊。老查我总是会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老公他是一个执政党，而且是一个没有监督、没有竞争对手的执政党，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和自己较量，较量的是如何更长更久的执政，这是系统性的结构，是系统性的结果。你可以选择相信，可以选择躺平，但你的上街砸车，你的离线爱国都改变不了他的运作。所以摸石过河这个频道一点也不反党，因为他和老美才是持续提供各种素材的大东家。另外说到以色列，说到这场仗，我们必须提一件事，在美国的政治环境里有一个话题基本上是禁忌，就是犹太族在美国的影响力。不是因为这件事不存在，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太真实了，没人敢公开谈。我们不展开但我们呢点一个结构性的事实，犹太族是典型的离散民族，被驱逐，被屠挨死，流亡了2000年，没有国家，没有土地。但他们做了一件事，把自己嵌进了所在国的系统里，金融、媒体、法律、学术、政治现金，不是靠武力，不是靠人数，靠的是几代人在同一个方向持续的结构性的渗透。所以今天美国政客在以色列问题上基本上没有退路了，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因为结构。那现在问题来了，华族呢？光是美国华裔人口就过了500万，收入的中位数，全美的族裔里面排名前列。常青藤大学华裔学生比比皆是，硅谷华裔工程师撑起了半边天。但华裔在美国政治里是禁忌吗？不是，华裔在美国政治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这时候有人会说老查你这不公平华裔在美国受到歧视、排华反案、剥离天花板，政治上被边缘化。在这种环境里，你怎么可能嵌进系统呢？好问题但我们大家想一想犹太人的条件当时比华裔好吗？2000年被从耶路撒冷驱逐，被赶到欧洲，然后在欧洲继续被驱逐，被关进格都，被禁止拥有土地，被禁止从事大部分行业，最后20世纪被关进集中营，被系统性的屠挨死了600万人。他们也可以说不公平，他们也可以说这个系统不接纳我们，但他们没有选择躲开系统，他们选择了嵌进去。你不让我买土地，好，我就去做金融；
你不让我混进贵族圈子，好，我就去做学术、做法律、做媒体。你把我关进集中营，好，我们就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让美国的政治永远无法忽视我们。几代人同一个方向持续渗透，结果大家看到了，今天美国任何一个政客想在以色列问题上说个不字，政治生涯基本上就到头了。这可不是阴谋论啊，这就是结构的力量。现在回来再看看华裔，500万人，收入高，教育高，硅谷撑了半边天。在美国的政治里啊，华裔基本上是隐形的，条件从来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战略。犹太人选择嵌进系统这条路，华人选择了另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这背后有没有更深的文化逻辑？今天呢，我们就不展开。而且华裔在美国的地位如何，大家自行去想象。我们啊，应该把这个问题带走，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今天所有内容都值得去想。好，我们回到开场那张截图啊，王毅打电话给拉夫罗夫，说了一句公然击杀一个主权国家领导人，鼓动政权更迭，不可接受。这句话在我们频道里的价值，那才是发挥了它最大的效用。不是因为这句话说错了，而是因为这句话又再次触发了本频道对革命党一路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的佐证。这跟1978年邓小平说的那些话本质上是一句话。那时候邓小平是怎么说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翻译过来就是我们管好自己，别来搞我们政权。跟1989年6·4之后老共对西方说的那些话也是同一句话。那时候又是怎么说的呢？这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西方在谴责郑家，老共在说干涉内政。换了将近50年，换了无数个外交辞令，但内核从来没变过。那个内核就是你们不能通过外力来搞政权更迭。因为老共最怕的从来不是美国的导弹，不是以色列的战机，怕的就是这个画面，一个硬撑的政权被人在镜头前公开终结。而且这个画面通过互联网传进来，然后呢14亿人里，其中就有人开始想一个问题，就这一个问题啊，老共就睡不着觉。所以大家看啊，2026年的外交声明和1978年和1989年的底层逻辑是同一个。科技换了，互联网来了，但那个恐惧一天都没有进化过。这不是讽刺，这是系统。那么问题来了，老共这个恐惧有没有用啊？法轮功在海外办报纸、办电视台、搞大纪元、搞新唐人，老共管得住吗？基本管不住。为什么呀？因为门槛高嘛，你要翻墙，你要找资源，你要有一定的信息获取能力，受众窄，传播慢，威胁还有限。但现在呢， YouTube 上随便一个海外华人博主坐在家里对着镜头叨叨两句，几十万播放，短视频剪几个片段，配几个字幕，传遍全球华人社区，门槛没了，内容平民化了。老共那套防火墙对墙外的人基本上已经失效，而且啊，还无法完全阻挡翻墙登梯的那群人。所以老共现在睡不着觉是很有道理的。但这里有个冷知识啊，很多人搞不清楚。你以为这些发揭短内容的人都觉醒了，都变成了独立思考者了吗？可不一定。老查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啊，很多人发揭短、看揭短的视频，不是因为醒了，是因为爽。骂老公爽不爽？爽。看老公出手爽不爽？也爽。转发了一条听床师的内部消息爽不爽？更爽。你问他们理解系统吗？为何要这样？为何要不这样？没有。他们只是从无脑挺变成了无脑喷，本质上是同一件事，都是在用情绪代替思考，都是在选择让自己爽的信息，而不是让自己清醒的信息。揭短和爱国在认知结构上其实是同一种东西的两面，一个向左倒，一个向右倒，但都没有站起来。那可能有人会说，老查，那是因为他们没读书，没学历。其实不然，这跟学历没有关系。你没见过博士生在朋友圈转发假新闻吗？你没见过教授变身极端公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但有时候我们也见过没上过大学的人，甚至还是个中学生，把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第一认知可不是没读书，第一认知是不想有或者说拒绝系统的思维。看到一个现象，只会问谁对谁错，而不会去问为什么会这样，谁在被什么驱动，这个结果又是怎样被结构出来的。因为这样的思考过程天生费脑费劲，而且呢，这同时也是老共真正讨厌不想要并且打压的东西。好，我们最后把今天猜的东西串一遍。伊朗被打了，老共说不可接受，网上一堆人替老共揪心，觉得好兄弟被欺负了。但今天我们猜完了，伊朗是耗材，美国呢才是那个算不清账的前任。犹太族是把离散变成了结构的教科书，华族是一道没有答案的题。
王毅那个电话说穿了就是50年如一日的同一句话，你们不能搞我。而老共真正管不住的不是揭短的内容，不是法轮功，不是大纪元，不是哪个网红，是那些不满足于爽还想同时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的人。这种人才是老共睡不着觉的真正原因。下次有人再和你说老共的好兄弟被欺负了，你就问他一句，你见过哪个做生意的会为了小批发商跟最大的客户翻脸的？我是老茶，这里是摸石过河，觉得有意思点个赞订阅一下，我们下期节目接着猜。